做自由的模型，听 C 狗为您分享。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魔安分享。本期要和各位分享的就是高高翻模的 HD 堕天使1型、2型、3型3台机体。那么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这一次的核磁风柜。说句实在话，这3款风柜里呢，我个人也是最喜欢1型的，因为1型这个炮啊真的是很帅也很大。那么整体的板件质量呢，相对来说依旧是保持了高高的一贯水准，但是呢，与系列那种油亮的板件不同，这一款123型的多天使呢，相对来说还是那种采取了磨砂质感的，所以说拼完了以后看上去有一种伪消光的感觉，至少要比那种油亮的感觉呢，我个人认为要会好一些。加上这款模型整体的板件质量呢，确实是要比之前的那几个要好一些，也可能是堕天使123是后续所翻模的这么一个产品，所以说质量方面呢，可能要稍微的好一些。那么这3款主体啊，是基本上完全的一模一样的，除了头部以及装备不同以外呢，剩下的就没有什么不同了，也就是配色了。那么板件部分我们简单的就看到这里了，剩下的时间我们直接来展示一下这3款模型拼完以后具体素质表现到底如何。那么经过一段时间拼装呢，当前给各位呈现在眼前的就是这3台堕天使高达了123三种形态。那么这3台机体呢，还会有一个所谓的联合形态呢，也就是由3型和2型跟1型进行创能，然后呢由1型这个大炮进行一定的发射。说句实在话，这3者里边我个人最喜欢的真的就是这个1型了，因为武器足够帅。剩下时间呢，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这3款模型的主体以及可动装备表现呢到底如何。作为3兄妹的老大哥机体呢，堕天使1型其实整体的外形方面，我个人认为有点像是1型一样的，尤其是这个头部呢，其实这个高耸的天线有点像那个无限正义的感觉，但是最终头部呈现的这个面相表现呢，我是个人感觉还是邪气十足的。但是由于高高这一次所提供的贴纸呢，依旧是不太完整的，所以说内部我也是进行了一定的补色。不知道各位感觉当前这个堕天使1型的头部还算不算是能看得过去？堕天使1型在整体的配色方面呢，采取了这种有点像棕色，但是这种棕色呢有点发深紫色，所以说当前这个外甲呢，我也不知道确定的它应该叫什么颜色。总之各位看一看，看到的就是当前这个状态了。由于整个头部是比较长的，所以说呢左右旋转只能够有一定的小的幅度了。胸部的造型啊，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么一个造型。前端呢，整个伪太阳炉的提供了一个紫色的贴纸，这个呢，说句实在话，要比其他的00系列机体提供的黑色或者说所谓的墨绿色贴纸呢要好上一些。整个伪太阳炉周围呢还有2个条形结构，说句实在话，这个造型啊有点像未来科技的那种感觉。整个堕天使的身形比例方面呢，确实有点那意思了。出气口部分呢，也是采取了一个分件进行展示，在下端呢，腰部是比较细的。内部呢是装了一个助行卡嘴进行连接，整个堕天使胸部只能够进行一定的左右旋转了。金甲部分上端的成侧部分呢是通过了一个贴纸进行补色的，这些也都是常规操作了。在两个金甲上端呢都是提供了这么一个小的尾翼，旁边还挂载了2把光束军刀剑柄，但是堕天使123都没有提供任何的光束军刀特件，所以说这2个剑柄就完全是一个摆设了。内部通过一个卡扣进行连接，能够带有一定的活动。小机翼呢也是带有一定的活动，但是这个卡扣啊稍微的有些松，而且呢这个装位比较细，建议各位把玩的时候稍微的注意一下。肩甲的外侧为不对称结构，其中一侧呢其实还可以安装上这个带有孔位的不带有插位的这么一个零件了，实现2个肩部都可以安插装备这么一个形态。之后呢，这一侧安插的小形态，我相信看到这个盾牌啊，各位和我的反应一样，第一时间想到了正义女神所使用的那个吸尘器的炮的盾牌了。确实有那味儿，而且呢也差不多，真的应该是那个东西。这个地方通过一个助行卡嘴进行连接，能够进行一定的旋转浮动。下方呢是通过了一个软胶的弹链进行连接，这个弹链的质量以及细节刻画呢还是比较清晰的。手臂的外甲呢，其实在设计的也是比较宽大了。在整个手臂外侧呢，其实还是预留了这些孔位的，这些主要是在针对于堕天使2型、3型的时候呢安装的手臂的机关炮了。但是由于1型是没有这个炮的，所以说这里边看上去有点空洞。如果说当初这个块呢再给它设计一个补件的话，应该效果会更好一些。那么整个手臂活动性还是比较正常的，整个手臂呢旋转以及屈膝呢曲肘啊，这些都是常规操作了，90度和180度旋转都是没有问题。手腕通过一个皮带件进行连接，但是在刚才展示的时候，各位也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皮带件其实是比较松的。这款模型呢，在握持武器的时候，手背甲还是比较松，需要各位进行一定的加固。那么至于手臂其他的常规操作，我们就不去细干了，基本上也就是这些东西了。在武器方面呢，手持武器只提供了这么一把真人光束步枪了，有点像弩箭一样的形态。上方呢依旧是会有一个小的缝隙，需要各位简单的处理一下。整体枪体的造型以及分色方面处理的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这个白色，但是通过了贴纸进行补色。
枪的上端呢还有一个简单的连接握把，这个主要是用来连接后续的机械动炮的，进行一个简单的展示。座天使的胯部也是00系列机体一个标准的设计了，前裙甲呢是通过2个球形关节进行连接，能够分别的进行展示活动了。这个前裙甲也是比较小的，对于整体腿部后续的可动呢，其实影响并不大。然后座天使啊，依旧是没有侧裙甲的设计，这些我们就不去看了。然后整个后裙甲呢，依旧是为一个独立的分件不可动的设计，但是整个后裙甲的连接是比较松的，需要各位进行一定的加固。在整个腿部其实呢，就有一种兽化的那种反格的造型了。怎么说呢，就有点像反关节的那种造型。总的来说，可能第一眼看上去有点怪怪的，但是看时间长了，可能这个造型呢还是比较好看的。我相信，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想法，拿座天使做一个人马怎么样？那么腿部后方的细节呢，主要就是集中在了一个推进器的喷口了，那么其他的也就是常规操作了。但是我这款模型呢，其实在安装完以后啊，腿部、胯部虽然说采取了球形关节，但是我这个 PC 件是有点爆裂了，所以说各位在安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稍微的处理一下。如果说爆裂了，那么就简单的塞纸或者是 C 联凝胶进行一定的加固。脚腕部分是通过了一个球形关节进行连接，但是由于整体的关节设计啊，这个部分呢并没有提供任何的可动，只能进行一定的上抬幅度了。左右侧摆呢基本上是微乎其微的。胯部采取了球形关节连接，所以说导致啊整个腿部呢前踢后踢还是可以的，但是侧摆的话呢幅度就比较小了。屈膝活动的话差不多接近了180度，这个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主体部分我们差不多就看到这里了，剩下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座天使所提供的武器装备。除去刚才给各位介绍的盾牌、弹链以及光束步枪以外呢，这款模型还提供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大型机械加农炮了。整款武器的长度伸直了以后呢，还是非常的可观的。内部通过了一个卡扣进行连接，我们直接给它插在背包上就可以了。我相信啊，此时此刻一定会有朋友说，这款模型呢能不能实现双炮的设计？答案是不行的，因为背包呢只提供了一侧是有这么一个柱形卡榫的，所以说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实现双持。如果说是能双持会更好，反正我是这么感觉的。而且当前这个状态下，那个 C 扣稍微的有一些松了，建议各位用蓝凝胶或者塞纸呢进行一定的加固。那么整个炮身的尾端是能够进行一定的活动的，之后在整个机械臂部分呢也是能够进行旋转以及摆动作的。前端的炮口还可以继续延长翻折出来，呈现一个更长更巨大的形态了。然后后方的尾翼呢也是能够进行翻折的，内部还有一个独立的握把。我相信啊，各位应该都会蛮喜欢这个炮的，而且由于高高在这3款多天使身上采取的是一种比较磨砂的质感，所以说会自带消光，看上去会更好一些，要比那种油亮的感觉要好很多。那么这款座天使呢，其实在背包后面呢还有2个可以展开的小机构，这个啊主要是用来安插2型和3型所带设的那么一个传送电缆的一个补充充能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而且啊这2个孔位呢说句实在话稍微的有些松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2型。其实座天使2型呢，在整体的装备方面啊和主体方面呢，其实在座天使2型啊，在主体方面呢和1型、3型是保持了完全的一致，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区别。首先啊，仅仅是在配色方面，2型的话呢，其实相对来说颜色会更鲜艳一些。同时这款机体呢，也是后续作为最终的反派 BOSS 登场了，真的是万万没有想到啊！因为3兄妹基本上都被屠杀殆尽了。然后整个头部呢是与1型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说句实在话，高高做的这个2型的头部歪的离谱，而且我即便是补完色了以后呢，也真的是不好看，所以说我建议各位把2型这个脑袋扔了吧。主体部分呢，其实还和之前的是完全的一样的。在侧裙甲部分啊，这款模型呢是提供了侧裙甲的，但是这个侧裙甲呢主要是安装在了腿部的一个新规连接件上面。首先上面呢就是安装了这款模型所附带的算是扶摇炮吧獠牙。但是这些零件呢都是为固定结构，没有办法进行拆卸。整个侧裙甲的体积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通过连接件能够进行一定的活动。在武器方面呢，座天使2型提供的就是这么一个腕炮了。同时我们根据这款模型所提供的这个线啊，插在这个腕炮里边呢，就能够实现一个给座天使1型进行充能的最后一个状态了。这些啊都是常规操作了。那么座天使2型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这一款大剑了，整把大剑的长度呢也是比较巨大的，相对来说我个人还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的。而且这把大剑呢还是带有一个活动关节的，这个活动关节呢拉伸还是没有问题的。内部其实蕴藏了应该是一个炮的状态下吧。目前这把大剑的状态也就是这样的。我相信啊，很多朋友买座天使2型应该都是冲着这个大剑去的，因为獠牙毕竟不可动嘛，唯一的玩法也就是这把大剑了。同时这把大剑呢也是可以挂载在肩膀的连接件部分的，这款模型啊没有提供，也是提供了多余的连接件，所以双持是肯定可以的了。
起初我个人呢是非常不喜欢三型的，因为作为一个辅助型机体呢，三型的出场率以及它整体的作用啊，确实没有前两者的是那么大，而且在装备提供的方面呢，也没有二者可玩性那么好。但是三型呢，最后拼完了，我个人感觉也算是这三台里边比较好看的一台。首先在武器方面呢，依旧是这么一个万步的支援降龙炮了，这些都是常规操作，加上一个线缆呢，这些都是完全的一模一样的了。但是在头部啊，三型呢其实完完全全的就是一个异形的造型了。这款模型的贴纸依旧是有问题的，但是我呢这一次没有选择贴了，而且啊昨天晚上也懒了，也没有去选择补色，希望各位原谅。上方的两个天线啊也都是提供了独立的分件，各位在安装的时候呢一定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在肩膀部分呢，三型是提供了一个完全对称的这么一个肩膀连接件，但是装备方面却完全不一样。这一侧是提供了一个小盾牌的，上方的白色分色均为贴纸进行补色，而这一侧呢，应该就是三型的基因立场发生器了。上方的白色是通过了一个贴纸进行补色的。之后我们打开整个盖板呢，就可以看到各内部的细节了。其实整体这个细节刻画呢，我相对来说，如果是各位拼过高高的朋友呢，应该可能感觉这个细节相对来说呢，还算是比较好的，至少它清晰了。之后我们插上这么一个替换件，就可以实现金粒子释放的这么一个状态了。这个还是看个人喜好，反正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我更喜欢直接安装这个零件插上去就可以了。在背包部分，三型呢也是有自己的特色的，主要就是针对于这一次所谓的扰流板一样的细节刻画。上方的盖板呢能够进行一样的活动，但是因为高高零件本身材质偏软，加上这个零件里边呢会有一定的限位，卡位呢确实不是特别好，所以说各位在活动的时候一定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上方的白色部分呢，依旧是贴纸进行了简单的补色，之后整个两片机翼呢还能够进行一定的翻折活动，这些啊也都是常规操作了。细节的话呢，简单的给它刻个线，应该问题不大。背包的话还可以进行一定的活动，这些都是常规操作了。那么至此，这三款模型呢，我们就已经全部的介绍完成了。剩下的时间，我们简单的通过一型呢，进行给各位一个简单的学习建议。这款模型的整体的修件方面，我个人认为其实也不算太多，因为三者的主体是完完全全的一模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只看一个就够了。武器方面的话呢，三者整体的组合度还都是比较好的。那么在胸部啊，其实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我其中的二型呢，整个这个零件安插上去呢，稍许有些松了，所以说建议各位对这个地方进行一定的加固。然后呢，针对于整个 B14 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的。一型的枪体部分左右核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之后手臂部分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在整个腿部啊，大腿部分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的，脚底部分左右核也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再来呢，整个部分这个屈膝一样的部分呢，也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的。这些啊都是常规操作了。在 A34 以及 A32 这两个零件呢，也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之后在主体部分就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这里其实呢还有一个，那就是在 A18 部分是需要进行胶水加固的，这个零件总容易弹飞出去，需要各位处理一下。至于武器部分啊，这三者呢其实都是完完全全的一模一样的。说句实在话，这一次所开的三台堕天使呢，我个人认为在整体的零件方面呢，因为不是采取了高高以前的那种油亮的感觉，有一种高高后续的摩擦质感，所以说当前组完了看上去呢还是比较好的，至少它不会那么油。一型和二型的可玩性真的比较大了，因为武器的设置啊真的是很好玩，但是二型的这个脸呢真的是让我有点不能接受。一型还好，三型也还好，但是唯独二型这个脸呢歪的稍微的有点离谱了。所以我个人感觉啊，这三台模型呢素质里边最好的应该是一型，然后是三型，最后呢才是二型。好，在装备武器方面呢，一型和二型的武器啊，说句实在话，也可以呈现一个互搭的状态，因为三者的主体的结构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尝试着去改一改。那么本期的 CGO 模板分享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这三款模型最后的排名呢是一型大于三型大于二型，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我是 CGO，我们下期见，拜拜。